OK，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材质环节。现在，在材质创建的话，我这边我这边先拿一个做对比，就是拿我们的默认的 tone shade，我把它颜色跟它调的相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一下。我们点击渲染。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在用默认的同学的创建的情况下，我们的很多我们的细节就只分成了3个级别，就很难满足我们真正实际制作的时候我们的所需要的那些其他的一些要求，以及它在面板上给我们提供的可修改的参数也非常的少。所以说，基于这种风格的话，我在自己的材质上做了一些其他更多的延展，嗯，并且增加了更多的可调空间我们可以保存这一张，然后再来到我们做的这个材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卡通材质，相较于这个默认的，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在这当中，并且我们去勾勒出了它，嗯，就是断断续续的去勾勒出了它的一个外轮廓的纹理，这就是我们想要去创建的一个方向。对，可以看到我们在暗部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片死白，不是一片纯色，就是它会有一些细节在变化，然后这个用高光的黄边跟绿色的高光去呼应它的一个高光跟反射光的一个关系。对，首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材质的它的一个参数的可调，就是我这边去创建了这几个参数去控制它的一些变化。我们先备份一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嗯，给它开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当我去滑动这个 Edit Shapes 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我们的右边，它会对这个我们的反光的描边会有一个变化，这个可以让我们去定义我们想要描边的多与少。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就很直观了吧，就是颜色对于高中暗的一个颜色变化。嗯，然后这个是 Dot Ramp，这是去基于点层跟灯光信息去做的一个 ramp，它是增加我们更细碎的一些高光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去滑动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绿色范围增大了。你看，对，OK。然后呢，这个 light color 是去更改因为我这边是不用这个灯光的颜色的，我这边这个主灯光的颜色，我这边使用的是一个白色的灯光，所以说我这边的话就不用这个灯光的颜色，我自己根据在材质当中去制定它接收到的光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可以修改它，比如我想改成红色、蓝色，一种比较邪魅的感觉。对，各种各样的配色可以自己去调整。OK，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inear Ramp，这个的话就是很直观了，就是拿 Linear 做的一个 Ramp，T2 Ramp，对，它是主要也是调整我们的边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缘更小了，但是它是对于这个，这是对于基于这个去加的一个辅助的额外的一个控制。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的变化，对，我们另外一个颜色的变化，就我们可以去调这 bias，去给它去做多股的这种火焰啊，然后去对它的 ID 进行随机啊，就是有的是蓝色，有的是绿色啊，这样子一个自定义的方式。我们同时也可以用这里的颜色去修改它，这也是修改我们另外一种颜色。对，这就不讲了。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参数。我们现在可以来进到我们的材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的话就分成3大块，一块是这里，一块是这里，一块是这里，来跟大家讲我们的核心。我把这个给拆出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第一个就是兰博特材质，对，我用的一个兰博特材质去给它做的一个 ramp，去加上我们的菲涅尔的一个 ramp，去给它做的一个 ramp。这是我们的菲涅尔，这是我调出来的菲涅尔，对。然后呢，把这个菲涅尔再给它前置，就是前置。我们这个前置是如何前置的？就是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inear Ramp 对应的是这个，对。然后我们这一种 Edit Ramp 对应的是这里。这里的话，它其实做的一个操作就是把我们这个兰博特的这种渐变的颜色给它改变成这种梯度状的一种颜色，这样子就有我们想要的这种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明暗，在这种风格化的材质当中，然后我们把它导出属性 edge， 这个在 AOV 的时候会用，通道的时候就对，有 rain 啊，有 dot 啊，有 edge 啊，这可以增加我们后期的可调空间。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了下一个是 dots ramp。哦，dots ramp。OK，这个的话是对，对于我们做的一个补充，我们来看看它给这个上面增加了什么。增加的是，我们中间调的一些细节在 dot range 上，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是我们基本黑白关系，然后这是中间调的一些细节，我们给它相加，然后再把它的值前置到1到1，这样子不会让它过大。我们可以看到，这给我们对于添加中间调的细节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 dot rank 当中，当然这里 dot rank 的参数参数有误，因为刚刚把它给那个避掉了，所以我们给它调回去。对，这样子就形成我们一个对于中间调的一个补充。如果你想用线性的，当然也可以，基于你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效果来去决定你如何使用这个 ramp。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dot ramp 产生的一些2级的一些中间调。
对它进行一个补充。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些细节产生，而不是单单的一片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调整这个参数。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fire 的话，它就是我们这里这个 color ramp 这一块的一个参数。这里的话就是起到一个补充的一些参数，额外的一些参数，我这里就不讲了。这里的话就是然后我们来到这里，这里的就是我们最终形成颜色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当然这些的话我们还是不够的，对这些变化可能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增加的话，我们可以忽略这个 mix 跟 color corrector， 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 PBR diffuse。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 PBR diffuse， 因为它可以去产生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连上来。当然这种 PBR diffuse 需要去连我们的 BSDF， 然后再去 compute light。这个暂时先忽略，然后它其实是 F 连直接 BSDF 直接连 BSDF 的。至于什么是 BSDF 的话，大家可以去维基上然后这个 YouTube 上去了解。他会解释这个 BSDF 是如何工作的，它是什么样子的。看这个视频去了解它，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在我们这个当中的话，它其实好像不是太特别重要。然后我这里的话是加了一个 BSDF tint， 这个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东西 light color， 就是它去改变的就有点像我们的常规材质当中的这个东西。这个在哪了？不是这个，我的 IS 材质这就有点去调我们这个反射颜色，它会去影响我们的灯光。就是把它连到 BSDF 上的话，BSDF tint 就是去修改我们这个灯光对这个 PBR diffuse 所产生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颜色。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去修改 BSDF 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基本上加了 PBR diffuse，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跟之前的差别。在没有增加PBR diffuse 之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添加 PBR diffuse 之后，它会产生一些那种也是类似于兰博特材质的一个。就是完全就是兰博特材质的一个效果，在我们的暗部当中从暗到亮，但是它叠在了我们这个比较二维的一个上面，以至于让它看起来增加了一定的细节。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看，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light color 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去任意的修改我们高光部分的细节，以及它的范围。当然范围的话，肯定是要把下面的扩大了。在这我就暂时先不去调，大家可以用这个去做出更多可能性的尝试。对，它其实我把它调回去。OK， 就是它基于我们这个去增加了更多的暗部的细节，就是依靠这个去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去做更多的当中去添加一些细节。我是如何操作的呢？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透明度入手，让它去在暗部当中去透过这个暗部看到下面那一层的
细节，让这样子去让它有一个叠加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我们连到最终的材质上，我们去修改这个透明度，似乎它没产生效果。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们只连了颜色。我们把透明度连上，然后这个也连上。OK， 然后它就会去产生一种半透的效果，去透过我们的材质，去对下面也有一个，这样子增加了很多的细节，这样子而且感觉这个我们的这一整个材质会更通透、更透气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至于这个我们透明度这边是如何操作的呢？我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去给它把它的阴影给去掉，就是自阴影，因为我们灯光照射在上面之后，我们的物体本身会产生很多的阴影。我们物体本身会产生很多的阴影，在这里啊，然后比如这里啊，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去产生阴影，它其实会很影响我们这个风格的一个构建的。所以说呢，我这里是把自阴影关掉。在 Main 当中，我关闭自阴影的方式的话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以这两个节点 is shadow a not， 就是它去判定你这个返回来的光线当中是否包含阴影。如果包含阴影，则返回的是；如果包含阴影的话呢，则返回的是1。如果不是阴影的话呢，它返回的是0。然后呢，这个 not 就是把它们反过来0、1，好。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去给到它的 OF 参数，就是 opacity 这个参数当中，它会去告诉渲染器，我这里的阴影，我这里是阴影哦，然后我这里是把自己的阴影，我希望自己阴影是透明的哦，我阴影是透明度是0，然后它就会去不计算阴影，然后呢，这一些1的地方呢，它就继续计算，继续保持这样子的原来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先关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基于我们这个自阴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先对比一下这个我们要是没有去掉阴影的一个效果 ，OF 直接断开，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这些的一个地方，我们是看到它有很明显的阴影。好，然后我们把阴影去掉之后，我们整个物体就明朗了许多。对于这种风格来讲，如果大家想要阴影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创建的话，它只是在它这个 object， 就是 geometry， 它被赋予这个材质的 geometry 本身而没有了阴影，它不会去影响你地板的阴影。所以说有灯光照射的时候，它地板上会仍然可以存在阴影。OK，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是继续去创建的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基于我们这个 color， 对，我们这个被组合起来的一个叠加起来的 color， 然后呢，我们先把它断掉，它卡住了，稍等一下。OK， 就是基于我们这是我们所有的之前这三个吧，Lamberto 一个，然后 Edge Drum Dot Ramp 一个，这样子合并起来的一个最终的一个
关系，黑白关系，黑白灰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来把然后我做的就是把这个变成我们的透明度，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就是形成一个我们这里就是暗部这里是透明的，亮部这里是不透明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亮部是1，暗部黑是0。然后我们把这个0跟1都统一加一个数值，就是0.8，这里可能就变成1.8，这里可能0就变成0.8，这样子。这样个再加上这样加上它就1.8，然后这里呢加上0.8，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个操作，把它加上去，这样子就会变成，然后再把这个1.8跟0.8给它 clamp 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成1跟0.8 ，OK， 这样子就达成了我们去给它暗部做透明度的一个需求。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去乘以我们的这个 remove shadow， 它就会形成一个操作，就是既驱除阴影，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暗部给它设为半透明。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连到我们 Compute Light 的这个 OF 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它连上，完全的连上去，这样子就形成了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因为半透的效果，我们暗部当中去增加了非常丰富的细节在当中，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个透明度0.9，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参数可以插入进这些节点当中的话，也可以去创建更多不同的想要的一个效果。它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尝试，就是大家可以基于这个，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下一章节，我将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合成